身份加行为结合起来，就会形成一个叫做影响力，就会发生吴思瑶现象。他是枢纽，他是承上启下，他是士官长，就会造成上梁不正下梁歪。吴思瑶首开第一枪，花东交通三法就是要2兆，你就会发现所有人都在讲2兆，沈伯洋开始讲，黄捷开始讲，这些所谓底下的兵就会开始讲。罢免吴思瑶是罢免赖清德的第一步，有总统没总召，民进党就是在用绿色麦卡锡在搞罢免。罢免本来就应该是因人而异，不可能有口袋罪。他们现在罢免国民党的理由，就是因为你是国民党的委员。要罢免曾委员长，要罢免国民党41个区域立委，都应该把它罢掉。你会不会被人家当作是国民党侧翼？最近台湾天气比较冷嘛，对，四季的变化，现在有人说会海平面上升，有这个声音现象或反声音现象。这就是民进党柯建铭在朝野上干的事情。你已经觉得甚至不到30秒被浪费掉，每一次朝野协商都要被民进党用42分钟，给了32分钟。你要限制我开会花1个时间，除非你把我打死。你有病！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吴思瑶他不仅仅是立法委员，是民进党立法院党团的干事长，扮演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是立法院民进党党团的枢纽，如果做得很好，那整个立法院的党团就可以运作得很好。吴思瑶的行为从国会改革无法2月1号这个会期开始，过往他已经被外界所认定为叫做爱造谣。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出现？就是因为大家都发现他很喜欢讲话去脉络化，他喜欢掐头去尾讲中间，喜欢断章取义。就比如说花东建设的3法，环岛高铁、国道6号东沿岸以及花东快，讲得很清楚，除了花东快要用公务预算以外，环岛高铁以及国道6号东沿打通到花东地区，这2个建设都是 BOT。 我们一开始就说，结果吴思瑶马上开记者会说，国家要花2兆在图利特定的区域，这3大交通法案都在独后花东地区，这就是造谣。我们没有想要独后花东地区，2兆的这个数字你怎么算出来的？张口就来。我们在回应他说没有2兆，发了7次的新闻稿，他完全不理你，连苗博雅都上车。我们反复的跟执政党、跟民进党说没有2兆，他充耳不闻，体现出我刚刚讲他的行为。第一个，你无中生有；第二个，你不听别人的解释。他不仅仅是爱造谣，而且他是很爱造谣，是造谣到连别人制止他都不听。他就是要用政治去打击你。他就是要用一个错误的资讯去渲染之后，把你的人格给毁灭掉。在身份上，他是立法院民进党党团的干事长，他是枢纽，他是承上启下，他是士官长，就会造成上梁不正下梁歪，身份跟行为都有了。当这2个结合起来的时候，就会发生什么事？吴思瑶现象。当吴思瑶首开第一枪说，你看花东交通3法就是要2兆，你就会发现所有人都在讲2兆。谁开始讲？沈伯洋开始讲，黄捷开始讲，这些所谓底下的兵就会开始讲。火车头身份加行为结合起来，就会形成一个叫做影响力。罢免立法委员，你要提出实质的论述，而且呢，你要看的是他的身份。吴思瑶他的身份，吴思瑶的行为，二者结合，罢免本来就应该是因人而异，不可能有一种口袋罪可以把所有立法委员的行为都包含进去。按照现在民进党那些罢免团体的思维，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说，因为你是民进党的委员，所以我就要罢免你？其实就是如此。说穿了，他们现在罢免国民党的理由，就是因为你是国民党的委员，对，没有其他理由了。要罢免曾委员长，要罢免国民党41个区域立委，都应该把它罢掉。他们存在只是在卖国而已，只是让台湾亡国而已。这些人存在对台湾一点价值意义都没有。显明显现出来，不是叫他们来卖台，所有的台湾人都应该把眼球转到这里来。吴思瑶他是乱源，他会影响到整个民进党党团的风格跟运作，进而再影响到整个立法院。他的身份让他说出来的话被底下的其他民进党立法委员跟进。绿色麦卡锡，现在民进党就是在用绿色麦卡锡在搞罢免，跟国民党、民众党民众党叫大陆民众党，国民党叫中国国民党，所以背后都是习近平。你是在替习近平卖命。罢免吴思瑶就是罢免赖清德，为什么？因为赖清德我们暂时罢不掉，是，但是罢免吴思瑶是罢免赖清德的第一步，是因为什么呢？绿媒自己写的，有总统
没总招，罢免吴思瑶是罢免赖清德的开始。你会不会被人家当作是国民党侧翼？最近台湾天气比较冷嘛，对，四季的变化，现在有人说会海平面上升，有这个声音现象或反声音现象啊。这个川普又说这个声音现象可能是假的啊，全球暖化也都是假的啊，因此呢，碳税是不必要的啊，这个是欧盟等等之类的。这就是民进党柯建铭在朝野上干的事情。大家花时间在线上听节目，我刚刚从头到尾都在讲天气。我都在跟你讲声音现象，你已经觉得你的这30秒被浪费掉了。民进党在朝野协商要这样子搞3个小时了，甚至不到30秒，你就觉得我到底在讲什么？每一次朝野协商都要这样搞3个小时，但这件事情在立法院是每一次朝野协商都要被民进党用一个人可以用60分钟，整场朝野协商3个小时。谢谢柯总召，谢谢各位，谢谢您，42分钟，只有我最专心听你的，真的，我平常一讲，我眼睛都看着你的。国会改革无法的时候，吴思瑶开第一枪，国民党不讨论，只表决。口号大家喊得震天响，民主政治走到最后就一定是要表决，不讨论只表决，这句话本身就不成立，因为表决就是最终的那一步。那我们有没有讨论呢？这就是刚才你们听到的那30秒。是讨论吗？不是，讨论是双方在一个范围特定的议题范围内进行论述，那个才叫讨论。当今天你讲 A、B、C、D， 我讲1、2、3、4。这个不叫讨论，这个叫做各自论述。目前罢免进度到哪里？我们到了非蓝营主战场的地方，对于吴思瑶、对于吴沛忆，或甚至是对于王定宇，大家有什么想法？民进党很喜欢拿一个人的行为去扩大到整个国民党的行为。然后呢，我们说他就说那是他个人行为。还有很多民进党的人喜欢说那一天的111的时候，我们在发放两岸和平统一什么协议的联署书，已经跟那一位民进党市议员讲得很清楚了，没有这件事情，他到现在还不愿意道歉。那些侧翼89啊、邓北爱的都华，这些人带着5星旗啊，5星旗，然后再故意去贴小草标语，对啊，然后在那边假装自己是小草，对啊，然后在那边造谣。更恶心的是89这个造谣仔他用了一个假小草采访他，做了一集，一个男的戴眼镜的方框眼镜的，然后他说他是小草，民众党的支持者全部都在大中之正的那个广场底下，就是现在自由广场。阿炯或是史书华还有四叉猫，他们因为不能过来，所以他们是在国图，所以你看到那个5星旗，其实背景是国图，是国图的门口，然后他们是从国图这边拍过去抓那个做背景，所以其实就是他们自己人带过去的。